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鹏。好的爱情需要用心经营，用心爱情才能长久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从来都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，是因为努力才让选择变得正确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但是婚姻承载了更多的承诺和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婚姻啊，就像爬山，重要的不是到达山顶，而是沿途的风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西大。幸福是一种能力，爱需要用心学习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困惑，请开门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于先生，46岁，来自吉林，个体；胡女士，45岁，来自吉林，个体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说话特别不算数的人，而且总爱画大饼，总是出尔反尔，而且脾气特别不稳定，总爱发脾气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妈，一天事儿挺多的，爱慕虚荣，还不知道满足。你对这段婚姻的感受如何？我感觉我被骗了，他一天事儿这么多，我心里还不平衡呢，要求我这个要求那个，我凭什么做到？本来我以为二婚会很幸福，没想到我被骗婚了。我们领证才不到2个月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他承诺我的东西都没有做到，我认为他就是在骗婚。我今天来就想问问他，他承诺我的东西能不能做到，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？哎呀，这事儿可大了，俩人都说对方骗了自己，都上当了。哦，二婚是吧？是。结婚多久了？我们领证不到2个月。就闹到我们这儿来了啊！是，那谁先说说到底谁骗了谁呀？那我先说吧。我觉得他骗了我，我就觉得他就是一直在给我画大饼，因为我们是经人介绍的嘛，完然后谈恋爱也得有1年多了，在谈恋爱期间嘛，我有跟他提过。虽然说是二婚，但是我也要那个仪式感，我要他那个给我10万块钱彩礼，然后买一点首饰什么的。然后他当时他答应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跟我说，他说的就是今年做生意不是亏了嘛，他说的手里还有一些现金，然后说这个现金留以后再做生意什么要用，这个彩礼就先别要了。婚前就是有一套100多平的房子，然后说这个房子贴上你的名就当做彩礼了。我说那也可以哈。不管是什么，就是给我一个态度就可以。然后等我们登完记之后，我有跟他提过这个，每次提的时候他都推脱我，然后最后一次提的时候，他跟我俩发脾气了，我俩大吵了起来。我那房子比你贵4、5倍呢，我为啥要写你名字上啊？那关键当时你是答应我的，你承诺我的，你现在你又反悔了，又为什么？你不承诺我的东西，我现在可能管你要吗？最后我不也写上你名字上了吗？哦，嗨，写了名了呗。老师写的名，你知道是因为怎么写的吗？是然后把我的婚前的，我自己也有一套房子，反正面积不太大，然后填上他的名字了，然后才把他的那个房子填上我的名字。你要是这么算账的话，你原来只要10万的彩礼是吧？他说他的房子是你房子4、5倍的价格呢。对，当时他就说嘛，那他的房子填了你的名字，可比那10万更贵呀，是不是先生？我这算数没算错吧？对呀，是啊，老师。那你咋还挑理呢？这不是说的价格交换的问题呀，是他对我和对这段婚姻的这个态度问题呀。毕竟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承诺我的东西呀。我觉得这先生想法好像也还合理吧。我的房子贵，我写你的名儿；你的房子便宜，也写上我的名儿，咱俩牢牢绑在一起，好好过呗。那女方肯定心里就不舒服嘛，原先没这个条件啊。对呀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谈这个。我怕我寻思我俩得要个爱的结晶啊，婚姻的纽带，爱的桥梁啊，以后有个宝，这样事能踏实。我怕他跟我过个3年5年，他再走了呢。打算要个孩子吗？是要孩子吗？对呀，我之前跟他打算想要个孩子啊。女方同意吗？当时他随口一说，他也答应了。哎，这事儿得好好说一说啊。老师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俩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吧，他确实有跟我说过，但是吧，他这个人是什么样？他就是每次跟我说什么的事的时候吧，他总是笑嘻嘻的，不是很严肃的谈论一件事。当时吧，我就以为他是在跟我俩开玩笑，我就随口一答应，我说好呀。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，真正谈论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是真的很认真，就是想我俩婚后想要个宝宝。我说我要不了。
完，然后他就很生气嘛，他说为什么要不了？我说你想想啊，咱俩都是这个年龄段了，生宝宝，孩子上学，然后婚嫁这一块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费用的。我说等孩子到20几岁需要钱的时候，咱俩都70几岁了，根本就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承担了。再说了，你也有一个，我也有一个，咱俩就是这段婚姻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孩子来牵扯咱俩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他一说，他吵了，跟我吵架了，生气了，走了，完然后跟我提分手了。然后呢，怎么又领了证了呢？然后过一阶段我就找他去了，老师。完我说那孩子这个问题，我说我是指定是要不了。他说的那咱们就先不谈论这个，就是咱俩就先过咱俩的啊。那这个事情就先放一放嘛。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说的？放一放，当时你说我在城南明月湾说以后再买一套房子，你说房子签上你名，你就给我生宝宝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啊，那你买了吗？写他名了吗？现在暂时我没买呢，老师。他如果真给你买了这房，写的你名，你生吗？我还是不想生。那你不就骗人家吗？我不是骗的，那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，他不是很认真的说，一直就是笑嘻嘻的跟我俩谈论事情。我真的就是很开玩笑的一句话跟他说，我说那你要是填上我的名字，我就跟你生，就是一句玩笑话。但是咱把这事放一放啊，我觉得要孩子是先夫妻俩得相爱，水到渠成，得适宜生孩子，咱才生孩子。首先你们现在连个房子财务都整不清楚，也还不到谈生孩子的份上。二一个，您二位一位45，一位46，咱就想要孩子，他就真能要得上吗？我就寻顺其自然呗。我问你先生，如果你太太说我愿意，我生，但就没怀上没生，你咋的？那我就寻思个这3年2年没有，就顺其自然了呗。啊，就你也能接受是吧？对，我也要他个态度，就是老师。听懂了吧，女士？现在他一天事儿的，还朝我要车子。老师是这样的。谈恋爱的时候，那肯定是说这两个人被好的方向走嘛，说就谈论以后的生活，想的就比较长远一些嘛。他有一台车，我那个小郑郑吧，已经就是下来也好几年了。然后我就提我说我挺喜欢车的，就是聊到这块了嘛。完，然后他说的那等咱们结完婚之后，我给你买一台。当时我还挺高兴的呢。我说的我不需要太贵的，有一个代步的就可以。完，他说行，给你买一台。完，然后登完记之后，我跟你提，你是不是又跟我吵起来了，又大发脾气和我？那我大发脾气，我说我去年亏了10几万，我说那以后再给你买不行吗？那你天天事儿非得就要买，那这是不是婚前你答应我的，你承诺我的？那你这明显你这不就是在给我画大饼吗？那我答应你，我承诺你的，过3年5年我挣着票了给你买不行吗？那3年5年过去了，你要是再挣不到呢？那我这个车是不是又成为泡影了？那你为什么你说的话就做不到呢？作为一个男人，那应该说话就应该算数啊。他现在没钱给你买啊？就是啊。但是他没钱给我买，那他也可以好好说呀。那你看他刚才那个态度，那你希望他就很让人生气。你希望他怎么说呢？起码得有个好态度啊！上来就说我发家致富来了，我发家致富我就不找你了，我就找更有钱的发家致富了。那不天天事儿的，不要这就要那个，老公买这，老公买那个吗？那对你不好吗？你说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我对你不好吗？柴米油盐你还值得一提吗？那咱俩在一起生活，那作为一个男人，那柴米油盐，那你为这个家承担点不应该吗？你说我哪样对他不好？你带了这个宝6岁，我对他不好吗？哎，说这个很重要，对孩子好不好？那说心里话，老师，对我家孩子确实是挺好的。领到外面的话，外人看不出来他们俩不是亲父亲。你看看，这我听了都挺感动的。那但是他这是两码事啊，那他不能规划成一个问题呀。哎，女士，你老公是有钱不给你买呀，还是就没钱买呀？老师，他就是有，他就是不想给我买了。他现在我俩领证了，他就觉得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买不买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不给你买了，你也得跟我过呀。领证主要是这个觉得心里不舒服了哈。对。他有多少钱呀？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早说他有。就你们家钱谁管呀？你有这财政大权不？哎呀妈，老师别提财政大权了，这因为财政大权我俩又吵了。因为就是谈恋爱时候我俩就聊嘛，我说的那个亲爱的，我说那咱俩结完婚以后，那财政大权归谁管呀？那当然媳妇儿管了，那老公赚钱啊，媳妇儿花，那我是外边的搂钱耙子，你是装钱匣子，那老公挣的钱，那当然得由媳妇儿管了。但是登了记之后又不那样了，他说的凭啥给你管呢？你又没给我生个宝，
女士，你上一段婚姻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？就是因为那个我前夫他没有承担起就是家庭的责任和担当，然后什么事情他都要听他母亲的，赚钱什么的也都不交到家里，这个钱也得由他母亲保管。丈夫呢？你的那个，我不是妈宝男，老师。你上一段婚姻分家产的时候，你分出去多少啊？上一段婚姻家产是我俩一家一半，跟前妻。着锁还是挺严重的，是吧？对，完了那个我前妻是天天马上成，饭也不给我做，也不着家，完了就分手了。明白了。现在所以我有点害怕了。明白了。我寻思考验他几年。那你结婚前你别跟人承诺说媳妇儿咱俩结婚就给你呀，这不是承诺但是不对吧？咱用女士的话说，那女士当时是开玩笑说的，那不当真啊。不，她真的很想承诺，但是她觉得现在承诺有点早。考验期，对，你这个考验期应该放在婚前。婚姻是什么？这婚姻代表我们彼此承诺，我们彼此信任了呀。啊，你婚后考验。我个人听起来，你们这可能感情基础没有那么牢靠，感情没那么深，是不是？不坦诚，两个人之间不坦诚。你们感情好吗？请问，咱就跨过钱这事儿。他一天事儿的，又要把我经济大权这个那个，你说我对你好不好？啥没给你买，保啥吃喝。再说平常他有病，晚上我上药店3点多去给他买，凌晨还想吃榴莲，我2点多就去给你买去。说实话，老师，就是平常日常生活中吧，他对我吧，就是各项照顾啥的，还有对我家孩子各项照顾啥的，你确实挺好。但是我觉得一码归一码。现在没有那个经济条件，那非得要着急买车子干嘛呀？我真正意义要的不是说的你非得要这台车，你知道吗？要的是这个态度。你要的是态度，那他对你和对孩子也都很好，这不也算是态度吗？他要的是钱的态度。还有一个，我母亲要接到这儿，他也不让，咋回事？我们婚前的时候吧，我有问过他，因为他父母吧就在老家，在农村嘛。然后我说的那个，等咱俩结完婚之后，就是你父母会不会过来跟咱们一起生活呀？然后他很保证的跟我说不会，就是咱们年节的时候回去看看就行了。但是我感觉我父母身体现在不怎么好，尤其是我母亲，父母讲咱小三人老百善孝为先，天经地义的，那好好的不是好媳妇儿，那接到咱跟前照顾不挺安心的？我在外边做生意不也放心吗？那你婚前的时候你跟我说过，你说的他们不跟咱们一起过了，这才领证才那么长时间呢，就跟我提这个事了，说要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。那接过来怎么的？接过来孝孝父母应该的吗？其实吧，我不是说特别反对说的不让他们把父母接过来，毕竟也那么大年龄了嘛，身边也需要人照顾。我这点嘛，我是挺理解的。但是我跟他是这么商量的，我说的接过来吧可以，我说的在咱们就是那个旁边给他们说暂时先租一个房子，让他们自己生活，离咱们近一点。毕竟吧，咱们俩吧是厚到一起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还带个孩子，你就是3代人在一起吧，就避免不了生活中有些小摩擦什么的。完到那个时候你说的那婆媳关系弄得不好，那我不也是为你好吗？你说你在中间，一边是我，一边是你父母，你说到时候我怎么办？你说是不是啊？那我父母说啥你就听着呗，错了也是对的呗，你就担待点呗。哎呀，这为什么婚前说不用接，婚后才不到2个月立刻就变脸了，说要接？婚前我怕他那啥，怕他答应不了，怕他跑了。怕他一说这个，那行了，咱俩算了吧。怕他跑了，就你婚前就怕人家跑了，所以你婚前得现在跑不了了。这丈夫是也不算忽悠老师，那算什么呢？我感觉养父母是应该的，但是变卦是应该2个人商量着一起去变这个卦，不是你自己单方做决定的。是，完了他要给我父母租房住，还不让搁一起住。哎，我问一下啊，除了婚前他给你许了这么多空头的承诺哈，现在都变卦了之外，婚前你还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呀，有老师提起这件事情我就生气。在我俩相处不长时间的时候，还是他自己拿手机让我看他手机里一样东西，然后一翻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就是看见了，就是有一个女人的那个跟他聊天记录，然后他就抢手机，他一抢手机我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是有事情啊，然后最终我把手机抢过来了，我看见里面的内容了，是他跟一个女网友有的那个聊天内容，然后还挺暧昧的。谁没有几个闺蜜呀？那不是婚前的事情吗？稍等，你还几个闺蜜？还仨？以前有3个闺蜜，现在呢？现在他自从他天天跟我俩说，跟我俩闹，全我删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那闺蜜都单身的还是？
闺蜜都是单身的呀。就是你婚前相当于考察到底哪个闺蜜能够成为媳妇儿，是这意思吗？那倒没有，老师，我感觉就是俺俩无话不谈，感觉没啥事就像工作了以后跟她释放唠了心里话那种感觉啊。你那不叫闺蜜，你那叫备胎。其实之前是不是有4个闺蜜的，然后其中一个是她？那倒没有，我感觉挺好，她事儿的。那之前你没认识我的时候，你聊也就聊了，闺蜜也就闺蜜了。那你都跟我相处了，咱俩都确立恋爱关系了，你还闺蜜的呢？那是什么闺蜜呀？她也有男闺蜜，这么聊天你能接受吗？那我肯定接受不了，但是我感觉我错了，后边不都删了吗？啊，都删了，都删了。了。哎，婚前还有你觉得他有问题的地方吗？还有就是，我俩相处不长时间，然后就是我身体查出就是生病了，需要就是做一次大手术，就是比较严重。就是检查这段时间吧，说心里话，他就是也确实陪我了，说跑前跑后的也挺帮助我的。但是就是让我心里不舒服的，就是术前不得那个做检查嘛，就不得交费用嘛。当时他这个费用吧，他确实也没给我拿。俺俩没领证结婚，你凭啥那个术前的费用我给你掏啊？我关怀照顾你行了，之前检查的费用我感觉我就不应该拿，因为咱俩没领证，不是合法妻子，我就感觉拿了我心里不平衡。因为关怀和关心它不值钱呀，那票子是真值钱。那二位有什么诉求呢？今天各自是带着什么样的目标来的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就是婚前你承诺我这些东西，你到底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，还做到啥？对，做不到怎么办？咱俩的婚姻还怎么继续下去呀？但是我感觉做不到，但是既然我给你登记了，以后看我努力呗。你这不还是在给我画大饼吗？从谈恋爱的时候就画，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我真有点接受不了了。那先生，你有啥诉求吗？今天来？我今天来诉求就是感觉老师他事儿太多了，结完婚以后不这事儿那事儿，又把这抬上那前就车子啊，反正就是都不顺你的心是吧？对，那你是咋的？他也不能让他给我生娃，不能给我生宝。不，那你是咋的？你不想过了是这意思吗？我心里不平衡啊。在这个年龄生孩子可能会有风险，你想过吗？那我没想过，老师。你现在想一下，孩子大人都有风险啊。你说的风险还很大，细想也对，老师。所以现在重新说一下你的诉求。现在我的诉求就是以后吧，俺俩既然都结婚领证了，我就想好好的过日子，就想让他听你话，是吧？对，夫上妇随，牵手不放手，过好往后余生，白头偕老。这都是水话。牵手，你的具体就是希望婚后他听你的话，这是你的诉求是吧？对，来吧，你们俩是情侣还是夫妻啊？夫妻。头婚还是二婚啊？二婚。哎呦，那你们得好好点评一下，这对儿咋办呢？他们？我觉得我挺支持这个女生的，那男生那典型的画大饼嘛，那不是在那块儿，之前答应都做不到，还不考虑女生那个身体的状况，非得要宝，那要什么宝？一把岁数，就是涉及到我俩也是也有这个矛盾，我俩也是就是不想要宝。那如果这男的就说我就得让他听我话，你要是这个妻子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得让他听我的呀，不听就不听就过不了啊，就离是吗？对呀。旁边老公一下手就握紧了。老公没说你，只是说他站在那个角度哈。你们家没那么大事儿是吧？我家的问题跟他差不多。哎呀，我感觉这哥们儿做的也没啥错的。哎呦，开始条件不好，不买车不买房，有就使呗，那玩意儿非得买新的吗？他主要满脑门子关的都是他家那点事。我媳妇儿说了，这要不顺心，他得离嘛，他有点慌。那至于二位现在这个诉求和情况该怎么办，老师给出主意吧。这还有啥主意？这就分呗。哎，这男士都说了，我要是真的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话，我婚前能买，我绝对就买。我婚前要是真的买不起，我绝对不会做这个承诺。如果经济情况不允许，那你说的话应该是说，媳妇儿，今年我亏了，现在经济情况不允许，等到我赚了钱给你买，而不是特别嚣张的说我就不买啊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买了？我要考察你3年啊！我感觉是他太好欺负了，所以姑娘，我想跟你说说，你没工作吗？啊，我暂时在家带我宝宝。也就是你从跟他谈恋爱开始就没工作吗？是的。也就是你必须得寄人篱下咯。可以这样说吧。如果你必须寄人篱下的话，你怎么能够如此嚣张的，我打个引号，的要求别人给你呢？因为他拿捏的就是你必须靠我养着。别的人我不管，至少我认为
作为二婚的女性，特别是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，你没有一点赚钱的能力，你就被别人拿捏了，因为你现在没有养活自己和孩子的本事。给你一个建议了，如果你现在离不起婚，那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，先去赚钱，找一份工作，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在未来你的二婚当中独立起来。他说什么，你都必须得受着。但是我想说一下，对于您二位来讲，二婚要的是真心，二婚比头婚更难过，是因为二婚要的更加多的是我愿意付出真心。如果你对于二婚的祈求是二婚要给予我更多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就别二婚了，直接离了算了。我有一个形象的具象化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小朋友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小火车，一个小女孩过来跟他说，那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成为好朋友的话，你这小火车能跟我一起玩吗？行啊，只要你跟我成为朋友。等真过来朋友的时候，说我凭什么跟你玩，这是我自己的。所以你们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带着戒心的，因为你们各自都走过一段婚姻的失败，所以在这段婚姻里，你们不是欺骗，也不是画大饼，你们从一开始就是觉得谁在这段婚姻里能够说的算，谁的权利能够更大，你们这段婚姻才能够让你们觉得安心和稳妥。他是一个生意人，钱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不是像你觉得简单的过日子，买这个买那个那么简单。就像我刚才说，他上一段婚姻，他分了一半家产给前妻，对他来说，婚姻失不失败都不是最主要的，是那段婚姻他赔了。所以在这段婚姻当中，你想啊，他现在总是给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，比如说又让你赡养父母，又让你再去要一个二婚当中你们自己的孩子。其实他所有的这个事儿都在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他要验证现在你们的这段结合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你要听他的话，他就觉得是正确的，你如果不听他的话，他就想办法让你听他的话。所以到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你就是不听他的话，你这么有自己主意的时候，他觉得得找人帮忙了，让大家都说是你的错，最后还是为了验证他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你们两个人都是从各自失败的婚姻当中走过来的，你不能把曾经在婚姻当中摔过的跟头、吃过的亏都变成这一段婚姻里的约法三章。你得好好的去感激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和你共同走过人生的余生，带着一份感激心投入到这个婚姻里，你才可以进而去达成共识的去谈义务和责任。你给他提出那些所有的要求，不会让他因为说我有生存的压力，我就必须和你捆绑在一起，他就不得不对这个婚姻忠诚。不会的，他只会因为爱你不爱你而决定于对这个婚姻到底忠诚还是不忠诚。所以你的那些条条框框都是一种绳索和捆绑，但他如果一旦不要这个绳索的时候，他自己是可以解开离开的。但这婚姻到底走不走下去呢？取决于你们两个人愿不愿意都让对方觉得，因为遇到了我，你的日子比以前过得更好，你的心过得比以前更安。40多岁的两个人都离过婚，都有孩子，在这儿干啥呢？一个个理直气壮的，咋的？别人都欠你啊？你老婆欠你的吗？啊？不欠我的。不欠你的，你那么理直气壮的说，我之前承诺了，现在变卦了，怎么着？你出去做生意跟人承诺了，你变卦，你还有信誉吗？谁还跟你合作啊？所以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？我都不理解哈。你不就欺负他没工作，带一个小姑娘，经济来源没什么，你不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软肋吗？善良的人是不能把刀插在人家软肋上的，善良的人是帮人家长出骨血，让他有一个独立人格成长的这样的能力。女生也特别奇怪，你也咋那么理直气壮，还在场上喊着说，你凭啥不给我买车呀？你为啥不加我房子？为啥加你啊？人家20多年工作打来的家底儿，你参与了吗？你就要加你的名儿？你就因为嫁给他了，你就得得到一辆车吗？你咋那么理直气壮？是他变卦了，他承诺没兑现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你没有你的问题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45岁带着一个6岁的女儿，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一个不能独立供养自己女儿成长的妈妈，哪来的那个底气呀？什么都没付出，什么都没贡献，嚎嚎的就在那儿喊我要得到，凭啥呢？他的话非常难听啊，一个男人这么说也特别的不应该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
他没道理吗？我娶你，你嫁我就是为了那辆车，就是为了加名字吗？我现在给不了你，你就跟我翻脸天天喊吗？他心里也不爽啊，他算计挺讨厌的。但是你这么理直气壮的要也挺讨厌。本来在一起，我觉得你俩挺好的，互相能够提供对方需要的东西，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，也年貌相当，他也愿意帮你抚养孩子，对孩子也不错，多合适的两个人啊！他就希望有个人回家做口热乎饭，把家里收拾干净了，温温柔柔的，对吧？老师说的对，非要弄成今天这剑拔弩张的干嘛呢？好日子都不想好好过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你的承诺该兑现的兑现，不能兑现的好好商量，好好表现。你不要理直气壮的提要求，做到那个份儿上，自己去独立生活，自己创造独立的人格。伸手要钱的日子好过吗？你要人家给吗？我问先生一个问题啊，在初婚的时候有这么算计过吗？没有啊，我想必女士也没有。那为什么再婚的时候全都是算计？这就是因为再婚比初婚真是要复杂，因为都是受过伤害。这就是我们在想，到底再婚的之前，我们需不需要把很多的条件说的那么的清楚？那既需要也需要，可能都要，但哪个为重，我们一定要摆在前面。否则，我们就看到的就是先生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需求，我不应该孝敬父母吗？我现在经济条件不好，我还要兑现承诺吗？哎，好像是对方不理解，但背后都是老谋深算。而女士这边又满脑子被算计的那种悔恨、愤怒，但她又无法离开，因为你笨的就是这个男人的有一定经济基础，对吧？因为你现在缺这个，所以我们再好好想想，再婚的意义在哪儿？再婚意义真是要对方来满足自己，改变自己的现在的不堪，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好吗？错了，再婚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考虑说，好，我们过往的婚姻生活失败了，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塑造自己，不再重蹈覆辙。那前提是我们先让自己过得好啊，先得让自己能够面对再一次婚姻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坦坦荡荡的独立的去告诉，在婚姻当中是有我自己的诉求的。所以不是说期望对方加入进来之后我就会变得更好，解决了我的问题，而是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会帮到对方，同时让我自己过得更好。先生也一样，你能帮到什么对方什么，而不需要从对方那儿获得，你还愿意去帮助的。为了孩子，为了有人照顾你的父母，断然对方是不可答应。所以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，你们俩之间就没有矛盾了，你们俩之间就不是要从对方那儿拿过什么然后才给对方什么，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兑现不能承诺的事儿了。在我看来，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是两个大字，就叫交易。婚前谈了各种条件，就像女方说的，确实是画大饼，也确实真的是在画，但可能当时在画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想清楚后面要不要兑现。我给你支个招，无论是这个车的事情，还是说父母的事情，就比如说车的事情，我知道你其实对他是有感情的，也不想离开他，那可不可以给他，哪怕你再画一个饼来圆之前那个饼呢？你说接下来我现在可能有点难处，或者这部分钱我觉得我需要用在什么什么地方，可不可以半年之后我计划我们先交首付买一个什么样的车，你把这个饼给他画得更具体一些，让他心里也大概有个底，不要就斩钉截铁的说不买了啊，我登完记了不买了，这对人家来说是很大的落差的。还有再说到父母的事情，也不用直接说非得把父母就接过来住嘛，循序渐进一点，对吧？冬天了，父母身体也不太好，这个乡下还比较冷，想接父母过来过个冬，先循序渐进。你接过来过个冬，万一他们相处的就很融洽呢？水到渠成，继续更长时间的相处，不要有那么多的计划性。还有啊，很想跟女方说的，就是还是要感恩的。你带着孩子过来，就像你刚才提到的，出去的时候，别人都看不出来这不是亲父女，这一点是很难得的。我分别问你们一句话啊，先问女士，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感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是舒适的还是不舒适的？是好的。男方呢？大多数情况下跟女方在一起的时候，感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是好的，老师。这就够了。二婚了，更多的专注当下的感受，当下的感受才是你们应该去追寻的东西。
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如果也想找这个西大来解决情感困惑、情感问题呢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，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西大，然后关注。那您要回复这个爱情保卫战5个字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粉丝专享礼，来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。都调整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看着先生和妻子都有所思考哈，你们下来休息休息，我们听听这组怎么说啊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3岁，来自吉林；押运员刘女士43岁，来自吉林，导购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影响你们感情的因素是什么？我觉得他太没有上进心了，而且他对我的孩子还不好，然后房子还那么小，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很不方便，我觉得太委屈了。我觉得他现在对我和我家人的生活态度已经变了，不像以前了。结婚之前我告诉过他我现在什么样子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接受不了了，整天挑肥拣瘦的，挑三拣四的，让我已经无法生活了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就想让他听我的，我单身这么久了，好不容易盼来的婚姻，没想到过得一塌糊涂。他如果不听我的，这日子也没法过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希望他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，我们都是二婚，都是普通人，普通家庭。我希望他能接受现实，接受我和我的家人，我希望他能做到。具体说说发生了什么情况？那我先说一下吧，因为我先生嘛，他之前是一名司机，每个月收入7、8千左右。就是我俩结婚以后，他那个工作就变动了，他从司机变动成押运了，一个月就挣4000多块钱，然后根本不够家庭开支。然后我就想让他换个工作，他就是不想换，没有上进心。工作这个也不是说想换就能换的，最起码现在还有一个那个最基本的保障嘛。你们俩这2婚了多久了？1年多了啊，1年多，就是你这个工作收入降低是这1年多发生的变化。对，然后吧，就是我通过朋友给介绍，就是去外地工作嘛，然后他也不去，就是因为这事儿我俩还吵起来了。去外地工作他也不一定就好嘛，不是？因为外地工作舍家结业的，什么公司呢？就是一个厂子，就是我工资能达到1万。哎，那不错呀。哎呦，对，那不缺。他这也不一定准，他这也是听朋友介绍的，是不是那么回事还不知道呢？到底那去看看了吗？没去。为什么呀？那你要去的话，我回来这个工作不就没了吗？那要是那块不行的话，我回来我没法干了。你丈夫没去，你这是怎么处理的？最后就是他不去嘛，我觉得他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，我就跟他吵起来了。因为这事儿我还去我妹妹家，那个时候我就不想跟他过了，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，都影响家庭生活了嘛。那你说费用那么大，然后就是我自己想买件衣服穿都买不了，那其他小姐妹买的。咱不和别人比，和自己家情况比哈。你有收入吗？我也有啊。你们俩的收入够现在的家里的生活的费用吗？我就想我的工资就要存起来呀，我得留个后手啊。所以就是光靠先生这份工资来养家，有点费劲。你这份工资还得攒下来哈，就觉得有点捉襟见肘的了哈。这是一个，听明白了。想问男方一个问题啊，现在的工资是都上交对吗？差不多。那如果假设你老婆说工资都不需要上交了，那1万块钱的工作你去不去？我在笑了嘿，我觉得这问题问的特别好。这他要说你去干活吧，挣1万，你还是把4、5千交给我，剩下的5千你也存着，咱俩一人存5千，你去不去？要是有好工作的话，我肯定得换。还是想给自己留点钱。除了这个他工资你觉得挣的不够多、不上进之外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关于养老这方面，我也有我的想法。就是咋说呢？一开始我俩处对象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不跟老人生活在一起，然后就是他家条件也不是很好，就是有一个房子嘛，然后我就一直在一起住。就是他妈妈那些生活习惯吧，就是让我无法忍受。就比如说他洗衣服，就是内衣，他是跟外衣放在一起，放在洗衣机里洗的。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过，我说这个内衣不能放在洗衣机里洗，我说这你洗完了我还怎么洗衣服了呀？他那么大岁数的生活条件就那样，不是这问题，你买一瓶好的消毒水就解决了呀。关键你说他这么大岁数，他就养成那个习惯了，你想他改他也改不了嘛，不是？他不是一瓶消毒水的问题，是他不去改的问题。就每次马桶他都冲不干净，而且他冲完马桶他从来不回头瞅瞅冲没冲干净。我每次去上卫生间我都得给他刷一下马桶，知道吗？
成天刷马桶。行啊，反正就是嫌弃呗。你拿这么隐私的，而且家家户户都可能遇到的问题，你拿出来这么数落一老人，我听着确实不舒服啊。实话实说，我为什么要拿上来说呢？是我在家的时候跟他沟通过无数次，他都没有做过改变，改不了。那为什么改不了呢？老了，那是再老了还瘫在那儿不能动呢，咋的？扔出去？不是老师，就是他真的瘫到那块不能动了，我也可以给他就是擦屎擦尿，但是他现在能走能撂的，对吧？他现在是一个完全健康的老人，他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卫生整好呢？行，那这事儿你老公能不能干？他根本都不干，我没法干的。我白天早晨起早上班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回来的时候他俩在家，你说他俩发生啥事我也不知道。他不是也上班吗？他也是下班过后才回家的呀。对呀，我也上班呢。他上班，他的工作自由，不像我那个是天天秉持有点儿。现在老人的情况呢，还在家里住吗？还是在家里住？还在。就是我跟他说过，我说不行，让你妈去你姐那儿吧。他说啊，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，他妈就必须得在他那儿。我说那为啥就非得在咱们这儿呢？那咱们条件不好，让他去他妈那儿。给我妈送我姐，我姐在西安，在外地，你说怎么给她送到那儿去？到那块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叫老人一个老人怎么生活？我姐跟我姐夫也不在家，人有工作。女士，你是从嫁到这家来就和这个婆婆一起生活的哈？对。那你当初为什么就是知道嫁进来要一起生活，咱就不嫁呗，谈不拢就不嫁呗，这二婚了。就是当时我就感觉像是恋爱脑似的，我就觉得一切都能改变，就是没有想象的这么糟糕吧。然后行，对，这是婆婆的问题，觉得很难相处啊，也不愿意忍这些婆婆的不好的习惯。对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那还有小的问题，就是我儿子的问题。就是我儿子今年上大学嘛，然后你看我作为一个母亲，那我肯定得给孩子预备点东西嘛。这个是人之常情，我就给孩子买了台电脑，结果他呢就生气了，跟我。不是你买电脑行，你得告诉我一声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把钱存，我的钱也给他，都存起来了之后。去年吧，就是我俩吵吵的时候，我说我车要交保险，我管他要钱，我说你给我拿钱，我要交保险，说我钱没有了。我说你钱呢？我给孩子买电脑了。我说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我都不知道。我想问一下，等于你生气的点是他花了那个钱，你更生气，还是说他不跟你打招呼，你更生气？不跟我打招呼，这个态度我受不了。如果他跟你打招呼了，他可以买吗？可以，如果我的经济条件可允许的话，我可以给他买。那这一台电脑多少钱？当时我花了4000多。可以吗？你觉得你们家经济条件能让你夫人给他自己的儿子买个电脑4000块吗？要以前的话，以前就说现在的话有点勉强，但也还凑合是吧？对，一个月工资4000。对。那你意思一点能力没有，就1分钱不掏了呗？我这母亲就白当了呗，白管我叫回妈了呗？现在等于孩子上大学，你要付生活费是吧？我不用付生活费，就是当时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，就是我也不用给生活费，就是偶尔给孩子买吃的、买衣服什么的。所以其实儿子没有这个固定的每月的这种经济压力和负担哈。对，没有。你有孩子吗？原来我没有，所以你不平衡哈。给他儿子花了钱买电脑，你不舒服。关键是他不告诉我，啥事我都不知道。关键是不是你知不知道？那咱们不提这个钱的事儿。我再跟你说一下，老师，就是我家孩子高中的时候离我们很近，孩子是住校的，就是他没有一次主动说把孩子叫出来改善一下伙食啊，周六周日休息的话来家里住一宿哈，吃点啥好吃的给他做做。还有一次我儿子来了之后，他爱答不起理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他不也是没搭理我吗？那他是一个小孩，你是一个成人，你跟小孩我一个大人，我还能上岗的是他呀。儿子不跟你们住吧？不跟我们住，爸爸家住呢是吧？对，就偶尔来看看是吧？对。那你是干啥的？偶尔来你也不说给人个好脸。我也不是不给他好脸，关键是我俩没啥共同语言。现在的年轻小孩跟我没有话。行，可以啊。还有一次是啥呢？孩子来了，我都把食材买好了。他平时在家他做饭，因为我做菜也不好吃，然后他平时都能做饭。等到我儿子来了之后，他可倒好，搁那儿进屋打上游戏了，他也不做饭了。那你一下厨房做了，用不着我了，还用我干啥呀？那平时你咋能做呢？那平时家务没有人吗？那我不做咋整？你不做还不让我做？现在你能做，我就不用我做。这句话，先生，我听出你这带着气儿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跟您刚才解释可不一样啊。你是不是看着人家有个大儿子，自己也想要个孩子呀？对，他就是他想要。现在我也是想，但是我也跟他说过，是想自己要一个了。你看，是这样的，心结在这儿呢。
我俩处对象的时候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的嘛，就是我俩加微信的第1天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不打算要孩子，因为我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如果你要是想要孩子，咱俩彼此别耽误时间。然后当时他是这么回答的，他说的我对孩子没有概念，听你的，就是意思你要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，这是他答应我的。然后现在可倒好，他反悔了，他成天跟我俩磨叽要小孩啊，说自己这么大岁数没有孩子，以后老了怎么办？完，然后我就说呀，我说那你对我孩子好点，那他不可能不管呢，咱俩生活在一起，那孩子你要是对他好，他不就对你好了吗？那都是相互的呀。那我要老了，他要不管我咋整呢？我不得有个那你就这样式待他不起理的，他能管你呀？那小孩子还也都知道好赖。你们都扯太远了，这感情都没培养起来呢，还想着什么将来谁给谁养老，这都扯太遥远了啊！他想有孩子，我跟你说，老师怎么要孩子呀？我们俩还有加上他妈，我们住在一个不到60平的房子，你说再要一个小孩怎么生活呀？你能给孩子带孩子房子没现在大，你别把孩子都养大。哎，女士，这话说的对。女士，你自己没有房子吗？我没有。你上一段婚姻是孩子多大的时候你们离婚的呀？7岁。那就11年了，离婚，对，单身了有10年才遇到的他。对。可老公说呀，以前你房子更小，还要孩子了呢。那不是，那你说你现在能跟过去比吗？那从孩子生下来，奶粉、尿布，然后上学，那是一笔多大的养法，富有富的养法。那每个孩子，你看谁家孩子是饿死的，不都是养不大了吗？哎，品红，你看这逻辑啊，女士借机又转到了你得上进，得多挣钱。他老说我没上进，我要感觉我要有孩子的话，我有一点压力的话，我还能干点啥？男方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你之前那段婚姻没有孩子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俩开始结婚2年的时候有过一个孩子，孩子就是没留住。完了之后就再一直没有。那你为啥跟人离的婚啊？不会是因为人家不能生育吧？那不是。哦，那你离婚多少年了？4年了，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。我那时候我都不想找了，原先那个前妻也是像他似的，挑我妈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也是跟我妈有点来不来。我跟他认识之前，我就已经跟他说过，我说我妈不爱收拾卫生或者咋这些毛病，我已经跟他说过。哎，就说我们这妻子呀，在婚前对于男方的情况其实都了解。其实你是不了解你自己，你不了解自己能不能接受男方的这个现有情况，什么房子小啊，母亲稍微有一点点卫生方面哈，和年轻人不一样，你不了解自己不能接受。我觉得你不了解自己不能接受和感情，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，还真不仅仅是生活习惯啊。咱们再听听，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哈？还有就是现在他工资都不交给我了，你知道吗，老师？哎呦，不知道，刚才一直不是说上交吗？我就这几个月为啥没交？为啥不交？就这几个月挣的少，车保险了，或者是一月开支之后，我就是挣点就自个儿零花钱了，就是。那你咋不说你跟同事出去大吃海喝去呢？那你说在外边跟同事出去吃饭，你同事招呼聚个会啥的，你说能不去吗？我在家做一大桌子菜，等你下班回来吃饭。那你怎么跟同事聚餐？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呢？那不是没想到那个，你说同事出门下班的时候招呼着，走吧，大伙儿出去吃点饭去，喝点酒，忙一天了。那你说大伙儿都跟着去了，那就一忙活就忘了，也有情可原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，我俩就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吵的声音很大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用外放嘛。我俩吵架就是他同事都听见了，完了觉得自己很没面子，导致他现在他都不回家了。你会在外边电话里闹喊啥呀？现在已经不回家了。对，他住单位了，他都不回来了。这他们还能过吗？两位？我感觉还能继续，既然二婚走到一起了，就互相磨合呗。男人得有点格局啊，兄弟你。哎，万一就是你爸妈来了，马桶也冲不干净，咋整？冲不干净我刷呗，老师。你看，他从来他都不刷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次他妈整完了脏了，就他下班回来了，他上趟卫生间出来了，结果完我再去，那马桶还搁那挂着呢，然后我就发脾气了。妻子呢？和你们家情况不太一样，事儿大面上是一样，但细节不太一样哈。是。你站谁呀？他俩你站谁？那我还是站在女嘉宾这方，咱就别说别的这些琐事、家庭琐事了，就拿孩子这一块吧，我就觉得男嘉宾做的不对。人家都说爱屋及乌嘛，我就感觉他也并不是特别爱他的妻子。就对他的孩子来说，孩子平时还不来几次哈，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家的孩子来，咱们也应该热情的招待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比一下你老公这方面是不是？那我觉得我老公这方面做的挺好的了。太好了哈。是。你们觉得你们俩的日子过得比他们家呢？谁过得更差一点？我觉得我过得差一些。那说说你们俩今天到这舞台来的诉求吧。他来干嘛来了？我就是想让他听我的。具体是什么听你的？就是换工作呀，比如说给他妈送到他姐那块养老啊，
还有不生孩子对，不生孩子，就这3点。就如果实在人老母亲就走不了，不走，你走你同不同意？我同意。我不可能说把我妈送走，不是为了你，对不对？那你能不能多赚点钱，租个房子旁边？不是，我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有这个能力，我可以赚。那谁不想赚钱？你们住在哪儿啊？长春的一个县城。一县城租一居是多少钱啊？1年得1万多块钱左右。就是1个月1000块钱呗。对。你1个月挣4、5千，你媳妇儿也挣钱。她挣钱我看不着吗？不是。你挣多少钱能透露一下吗？我也能挣4、5千块钱。你俩挣1万，在你妈妈旁边租一个开间800。你俩挣1万块钱，差这800啊？那4000是他自己的，也不交给他那么多，你把房租扣出来呀。他是留后手的。行，听出来，反正你俩都不愿意妥协。老师给支支招吧，还有什么方法吗？那支不了招了呀。2个人都各想各的事儿，各想各过各的家。你俩加在一起9000块钱有吧？2个人，对，花1000块钱租房子，花得起吗？其实是花得起的，但是我不想花得起租房子。为什么呢？那凭什么我去租房子呀？那好，你现在住在他的家，他跟他妈妈的家，老人也是在这个家。那我嫁给他了，那个家就属于是我的了呀。你说的没毛病，你嫁给他了，这个家就是你的，老人也是你的，他也是你的，这个家都该你来管。你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怎么能把这个家经营好，就是女主人的本事。如果一个女主人没有这个本事，只知道抱怨的话，那这个女主人就不合格。那你愿不愿意学会怎么去处理？如果你愿意，我来给你支招。第一件事情，9000块钱合理的去使用，如何存，如何用。存的钱里边至少3大块。第一大块，老人的养老；第二个，你俩的未来有任何的问题的风险，扛风险能力的钱是一块；第三个，他的孩子未来有一部分给到孩子读书或者结婚使用，你俩共同商量比例。第二件事情，家里边保持卫生整洁，你来做。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达到你的标准，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自己来去要求自己做。男方你也一样的，你不是家的一个给钱者，你是这个家共同的家务分担者。所以这是第二个事情，我跟你说了方法。第三件事情，任何的大事小事彼此商量，因为你俩是二婚夫妻。二婚夫妻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你们两个在之前，特别是恋爱的时候，刚刚结婚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多信任，且很多时候二婚每个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抱歉，二婚夫妻想要过得长久，就得开放自己，就得所有的小事大事共同商量，而不是彼此指责。我给你的建议就这个，如果你做得到，你的二婚可以经营得很幸福，但如果你计划不好，你的生活就会一团糟。我现在会分别给你们2个人不同的这个建议啊。第一个，就像你说的，结婚了，家就是你的了，家是你的了，但不是空间，家人也是你的。家人这件事情需要的是什么？请你善良。就像你刚才给你先生提出那个要求，那这是我儿子，你就应该理所应当的爱屋及乌的去爱他。妈妈，那是你们共同的家人，不是他妈妈，是你们共同的妈妈。如果换作是你自己的亲生母亲，你会用这样的一种指责方式，天天在你妈旁边各种各样的挑毛病吗？你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女婿天天给你打电话说你妈这么做，你妈那么做，怎么天天都做不到我心坎里，做的事情总是给我添乱。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吗？我再反过头来跟先生，我觉得先生不是说你和他之间的这个矛盾解决不了，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你根本不想去跟他分担生活当中所有的琐碎，你觉得那些东西都不值一提。但是你要看到一点好，他之所以会对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都那么关注，在意家里的整洁，在意家里的秩序，是因为他对这个家很在乎。你娶了一个你想象中的人，你觉得他该怎么对你妈妈，但是现实和理想它就是有差距的。这个差距要靠你们自己，你得有这个努力的过程，你得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去弥合，不停的替对方去表达，看到对方的好，你才能够把你们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你们2组都是40多岁，经历过一次破裂的婚姻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娶愿意嫁的人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先说2位女士啊，这主要说您哈，
咱40多岁了，你要把你在经济上的匮乏通过婚姻改变，凭啥呀？你自己过去的没有把人生规划好，没有努力勤奋奋斗去挣得财富，今天你找到了一个男人说，我愿意和你成家，把我的都和你分享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你妈她不是我的，你妈上个厕所我看不惯都得出去，你咋想的？站在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去思考你们的婚姻，你就会觉得我挺幸运的。怎么那么一个个都跟受害者一样，觉得我怎么这么惨，嫁了个老公承诺不兑现，怎么不去上进，怎么不给我住大房子？你想啥呢？离婚10多年了，自己不知道努力攒钱供个小房子吗？自己一塌糊涂的人生让别人给你买单，你还理直气壮吗？男的也一样，你们上一段婚姻搞得乱七八糟，就想找一个温婉贤淑在家能过日子的女人，你们要不去好好宠这个女人，给人家提供情绪价值，跟人家贴心贴肺好好过日子，那你就一个人打光棍去呗，别指望有个人陪你孝顺父母，人家凭啥呢？人家过去20年是吃你喝你用你的了，你给人家提供过什么呀？今天娶到门来就得给你伺候父母，就得给你刷马桶，就得给你做那口热乎饭，你给人家提供什么？所以你们要思考的是，我们爱不爱？不爱就过不成。实话实说，头婚我们还真可以看条件，是否门当户对，是否有共同的成长背景，能让我们未来婚姻磨合的相对顺利点。二婚只看爱，没爱什么都干不成。要相爱就彼此珍惜。你把那话收回去，我跟你说啊，婆婆听着哭死。我把儿子养这么大，来一女的就这么说我，嫌我上厕所都不干净。你没有老的时候啊？将来你儿媳妇嫌说，哎，我那婆婆，哎，在家袜子洗不干净，上有一洞，太埋汰了，我这婆婆我看不起她，赶紧把她轰出去。你也有那一天，你知道吗？我问2对夫妻啊，一个问题，婚礼上你们有没有说过这么一句话？就无论贫穷或富有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我们都不离不弃。有说过吧？有说过。哎，但事实啊，可悲，在你们的第一段婚姻里头，这句话没有人能兑现。所以其实我们再次走入婚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先天的一个疑问，我能相信对方说的话吗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我们都需要去磨合。我们再婚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有很多自己以前的东西，但我们不能一直包裹着自己的东西，一定要对方去改变。所以再婚我们更需要什么？除了相信以外，还有迎接变化的能力。如何迎接变化？就是包容。谁都想去接受幸福，但我们先放掉自己的过去那些包袱，去勇敢的去迎接变化，这样日子才会过得好，好吗？两位，我们勇敢的相信对方一次吧，相信对方爱自己，然后用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爱是真诚的。听了你们的事儿啊，我对一家人有了一个新的概念。你的我想要的那个部分是我的，比如钱；你的我不想要的那个部分不是我的，比如你的母亲。然后我的还是我的。当然说这个话呢，也是希望你能够意识到，真的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一些要求。还有一点啊，其实关于上进的问题，我想说咱们可以换个思路，哪怕好，今天我们不改变你的认知，就是你的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那好，哪怕你现在你觉得你是家里的女主人，对吧？哪怕你是老板，他就是你的业务员，他现在1个月可以赚4000块钱，那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制，具体的解决方案？就是以后每个月你给我交4000块钱到家里，超出的部分都算你的提成，都给你，你看看他会不会动力更强那么一点。然后当你看到这个上进心之后，有没有可能你们的感情也变得更融洽了之后，自然而然还有了孩子，然后可能有了孩子之后你们也会很幸福，然后你的动力更强了一些，会不会？对，其实男嘉宾我觉得你有很多话是没有说出来的，甚至我可以说的更扎心一些，你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我看到的是软弱，包括你被调了工作岗位，真的是因为你的能力很差吗？也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把你调了，哎，可能你也不会再做什么，或者可能也没有什么，把你调了就调了。然后包括他心中的情绪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来源是，
我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我凭什么对你孩子好啊？你对我妈都不好，我凭什么对你孩子好？一直在计较，希望你们以后都能真实的面对自己啊。谢谢西大。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，也想找西大来解答您的情感困惑的话啊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就搜索西大，然后关注。那您只需要回复“爱情保卫战”5个字啊，就会获得我们的粉丝专享礼，为您的爱情来保驾护航。那今天可能我们老师说的话都相对重一点哈，我们都觉得这个二婚走在一起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希望你们能珍惜，找到一个伴侣好好过下去，好吧？你们都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说的话，最后出不出来看看你们的选择，好吧？来，请回到我们的门后边。好了，看看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的选择吧。应该会出来哈。有对比，两组一对比，这一对应该还觉得自己还好，就至少男方更有能力一些，是吧？对，但态度也挺差。有时候就是人比人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反而踏实，他会觉得我老公还靠谱点儿哈，对，还管我孩子。好了，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啊，必须的。哦，就问你们一句话啊，有没有爱？有爱。就是经过几位老师的点评，我也认识到了我身上的缺点和不足。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哎呦，既然走到一起了，我俩也是有这个缘分，毕竟感情还在这儿呢。就是以后就是放大对方的优点，缩小缺点，好好生活。啊，说的挺好的，那抓紧时间抱一下吧。好吧，珍惜你们的婚姻啊，才2个月，希望2年、20年，你们依然能牵着手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吴谢谢老师。再见。再见。那我们第2组嘉宾的选择又会是怎样呢？请开门，请开门。这应该过不下去了吧？这怎么了？哦。没出来，这还正常啊。一个想谈恋爱，一个想找妈。这一旦有了嫌弃呀，很多东西就改不过来了。所以我就说嘛，这个二婚真的要看爱的，爱是一切情感的基础，也是婚姻能够持续的一个内核。也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自己的婚姻、自己的情感吧。希望我们都能拥有和睦、幸福且长久的婚姻。好，也谢谢我们今天5位老师的分享，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